尤其我到晚年的时候，我认为佛教有一天会走到出家人跟在家人同时存在、同时弘法的这样子的最后的结局。就像基督教跟天主教。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那老师自己呀，当初有经营菩提园，接引初机学佛嘛，就接引一些年轻的学弟子们来学佛。我不知道是不是年轻的，就是为什么老师当初会想要设立菩提园 ？OK， 在回忆录里边呢，有一章特别讲到菩提园。因为在我大学毕业，大概是民国还不到60年的时候，民国50几年的时候，是那时候台湾的大学里边都有佛学社了哦。那有佛学社，可是呢，出家人不能到学校去演讲啊。出家人不能够，你穿着袈裟，学校就不准你去。在那威权的时候，老师那时候是民国几年的时候？我民国56年毕业。民国56年毕业的在那段时间，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到每个学校去演讲，大概南部了讲不好也有几十所了，上百所的。那么呢，就有一个问题，去讲一次总是有限呢，那么就很多人希望我呢常常去，可是我分身乏术，我那时候还要教书，对不对？所以我没有那个时间。那有的人就会说林老师你来当我们学社的指导老师，学社可以请外面的这个老师来。对对对。那假设了，现在呢，以前的高雄师大他要我去，中山大学也要去，高雄医学院也要去，那么台中的东海大学也要去。你想想看，我没有不能够像观世音菩萨分身千百亿，所以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心生一念，我跟义儒呢两个人想说，那如果我能够设一个园地，让他们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这边跟我谈佛法，对不对？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园地。可是设了园地以后，我们那时候是不准来这边吃饭的，不准学生在这边吃饭，因为我们都在上班，谁能够去煮呢？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老师那时候几岁啊？我那时候才30岁，出头，刚刚。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去学校去干嘛？那30多岁我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有很多，我就里面设了很多的图书，很多学生也用功，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那中午因为没有饭吃，所以他中午也没有到外面去吃。那我陪他们做，我肚子会饿啊，我就自己偷偷的泡面吃。后来被他们逮到了。对啊，所以连老师都自己吃，我们都没得吃。最后义儒他呢就心生不忍，就是好了，菩提园即日起开火了。就因为那个时候开火，随时随地，曾经这样子的话，曾经有200个一次200个学生来吃饭。哇靠，好多！3个学社合起来200个，那真是热闹极了。所以呢。刚开始只是说你们自己来，因为我没有时间分身乏术到你们学校去。到最后的话，一弄起来，哇，生意太好了，哇，那曾经呢都上万个学生来过我们那里了川流不息，到连我们那栋大厦的管理委员会都把我们呢下逐客令。为什么太多人了？为什么破坏了安全呢？以为来围了。对，因为里面有住户有医生嘛，就因为这样子被人家绑架了真假的？对，真的。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谈判了，不准。所以我们后来才离开了我们在文化中心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第一个地方。我们被迫呢就离开了。我以为普天园就一开始就是在老师现在的家，后来才搬到那个澄清湖、大贝湖湖畔去。这样子，他已经经历过这个详细的情形都要看林世明回忆录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中间。我们今天就稍微聊聊这样。OK， 对，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说当初设立菩提园是有向学生们收钱吗？因为
毕竟要经个园地不容易。我这个问题不是想找茬，而是说很有点好奇说在家居士经营一个园地，然后一定要付一些心血嘛。 OK， 还好当初没有跟学生收钱，要不然今天的就糗大了。我呢这辈子算好命了，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说，那个算命的跟我妈讲说，您这个囝哈，你这个孩子哈，一生不缺钱用，哎哎，哇，但是他也不会富有。他就拿我的手，他说：“你看他的手都是一动，就是有空隙，是这个钱都保不住，他就溜光了。你看他那个耳朵那么小，所以我每一次买奖券或是买了什么那个发票在对，我妈就会跟易主讲，先去对了林老师的鱼啊，先对我的耳朵了。像这种这么薄的没有福报的，哪会有什么意外之财了？哦，所以我这辈子呢，就是当初设立菩提园，只是说呢，因为我爱讲话，那时候我孩子去美国了，了解。我呢跟易主两个人，对不对？寂寞啊，对不对？有很多些学生来了跟我这边聊佛法，哎呀，热闹，而且呢非常的温馨，就变成了一个家庭一样哦，个大家庭。所以这免费的他们也不要付费，对不对？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收钱。我吃饭也有很多的学生，你晓得，我们有时候吃东西哦，尤其我吃素的人不一定要吃很好，像香菇以前就是1等1的珍贵，现在香菇大家都不吃了。我喜欢吃那萝卜干呢，那萝卜干那个破剂呢才好吃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收钱。不过讲到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我当初想要成立菩提园的时候，我是召集了将近20位，我就是好朋友，佛教界的好朋友，来一起募资吗？我先要去租一个咖啡厅，对，让学生可以来咖啡厅喝咖啡，对不对？喝茶，用简餐，这样子，就是有点商业结合。对。可是谈到最后是破局了，只剩下郭刚，跟我。为什么只剩下我们2个人？因为到最后是牵扯到说，我主张他们来吃简餐不要钱，学生不要钱。那餐厅老板一定不行啊。我们是老板老师自己是老板。那么呢，就学生不要钱，社会人士、佛教徒要钱，咖啡呢也不要钱，那么呢，学生不要钱。就我这10几个好朋友，他们就讲了，吃饭也不要钱，喝咖啡也不要钱，哪有那么多的好事，对不对？让他们去享用，那不是吃穷了？对，早晚都要吃，赚不到钱，现在就破局了。所以，但是我的决定是对的，当初坚持不收费，现在这些学生呢都毕业了。现在有人在花莲，有人在台中，有人在台北，他们也成立一个小的菩提园。还什么是老师是个种子，可以去泡茶，可以喝茶。我去的时候，当初我没有给他收，那时候1杯咖啡，我这些朋友说要收10块钱，我坚持呢10块钱也不收。我现在不收钱，我去，他们泡那个呢1万多块的咖啡给我喝，还从外面叫那个素食，1克300多块的，吃的很好。我要走的时候还包了一个红包给我。你想想看，当初我要是拿他的10块钱，今天有这么好康的吗？我认为说呢，那时候我20-30岁的时候，就是没有去想到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一直到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菩提园，这个园地，我种了超过40棵的黄金果、牛奶果、柠檬、芒果，学生来采都不要钱的。现在也是对，一样的。你来采的话，你就是呢想吃你就采，带2颗大的回去也都不要钱。因为我跟易如讲，如果要卖钱，这边宁可
种杂草，让它长杂草，就是不能种，花那么多。我们现在不缺钱，为什么不缺钱？3餐粗茶淡饭，绝对饿不死，真的。所以我们呢，因为了解到这里，佛教才讲了，道业比较重要，道业啊，道业，钱，这个钱，佛教认为说，钱是五家共有的，钱财啊。什么叫五家共有的？强盗跟你共有，强盗跟你抢了就没了，火灾跟你烧了就没了，水灾一弄了就没了，不孝的子孙来也没了。所以你晓得这些东西以后，你就知道了，钱够用就好。年轻的时候你就自己要打算哦。佛教徒要未雨绸缪，你将来年老的时候，想好自己你要靠怎么样来养老？要靠什么东西来念佛？如果你百病丛生，你根本连饭都没得吃，你能够安心的念佛吗？对不对？所以类似像这种菩提园呢，尤其回首往事，我们这个菩提园呢，已经30多年了哦。到我83岁的时候，再3年，其实不到3年，2年多了。就要满40年再2年多，对，就要满40年对，这满40年呢，这中间呢，当然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在每10年，我们有一次的聚会，10年、20年、30年、40年。我在30年的时候，73岁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希望我能够活到83岁，再办一次，能够看到以前的这些学生，他们在事业上有成。他们在学佛的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上、菩提道上也有成就，他们的成就都超越了我，真的。他们有很多呢，讲经说法、出书，在大学里面教哲学，那么教书，他们的成就都超过我。可是我当老师的人，我没有妒忌，我也没有怎么样，我满心的欢喜，我满心的赞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生只做一件工作，什么工作你知道吗？奠下种子。我发的心就是要让很多的青年、很多的学生、很多初机学佛的人，他本来是跟佛没有缘的，因为看到我的书，因为听到我的演讲，而在他们的心中能够奠下那个学佛的种子。这是我这一生努力去做的。我知道我的学问比不上别人，我知道我的修行也比不上别人，可是呢，我知道我应该做的就是这些工作。我做了几十年，超过了半世纪。我知道慢慢这些种子总是会萌芽，就算今生不萌芽，在无穷的以后的世代里面，总有一天都会萌芽。也算是为就是初学佛的人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嘛。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愿望。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板昨天我就跟他有没有约事情聊天，然后他就有说，就是上了林老师的课因为我们老板也是林老师的学生，然后他就有说，就是上了林老师的课，打了很深的佛教的基础。所以就知道以后去外面走跳，很多人在讲佛法佛学，就可以知道说哪些人其实是真的有点歪的。不，刚不是讲了，我们不能够讲人家歪，我们讲我们自己的好就好。那就知道自己学习的佛法是比较正确的，让那个学习的人那个他们自己去比较，他们心知肚明就好。那我们不一定要说。还好你没有讲出谁歪了。对，我们不好指明，不好说，对，不好说，绝对不要这样做。没错，但是就是至少在打这个佛教的基础来说，是可以比较能从这个茫茫大海中，比起你一知半解，比起你完全不懂，至少你懂了一些就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东西。而且不能够忘记，这些东西都是佛的，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那是佛讲出来的，我们只是引述，我们把它阐发，我们把它呢深入浅出的讲的比较浅显一点，让人家懂。所以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没有佛的境界，
我们也没有佛的修行，所以我们不能够夸耀，我们也不能够自以为了不起。 OK， 当初经营菩提园的时候，会有遇到说学生还是执意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我还是付一点钱给你这样。学生穷得要命，在我们以前那个时代，不会很多人没有有钱的学生吗？对，没有饭吃，有毕业以后有很多人哦，太懂得回馈了。你没有看到我呢？到晚年的时候，生活非常的舒适，因为他们每一年我的生日或是过年，他们回来多的都会塞给我一个小红包。虽然我常讲说不要啦不要啦，可是我年老力衰都挡不住他们的热忱。自己说，所以呢，我常想，有很多东西你不要求。是啊，像我们在修行，很多的功德你不要求，对不对？乌云散尽，自然阳光就普现，这你不要去求，你只管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我们不求什么，可是你就会发现，自然你该有的，你一点都不会少。不要特意去求。真的，我在菩提园的这几十年的中间呢，我认为说呢，佛教有讲一句话叫因果丝毫不爽，爽不是爽快的爽，同一个字哦。爽就是差错。爽要解释成为差错。对，理事呢，这因果是绝对不会有偏差的。真的了解到这个，就不会去在意你今天做的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就觉得很泄气。受到别人跟你冷落，来跟你数落，你就很伤心，不必要这样子，对不对？因果分明，一点都不会有差错的。那如果像有些在家居士，他也是自己讲经说法，那他们那种能接受布施吗？我答案如果粗浅的讲是肯定的。因为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现在有这些设备，对不对？这些器材，我也出了6000块啊，你都忘掉了。对。当然以后还会付啦，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怎么样？这些都是钱，都是钱。你现在这边吹我的冷气，没错。你知道我这个暑假我们的冷气费啊，因为学生朋友来太多，我的冷气费是15000多块。哇靠，几个月一次啊？2个月。别人是2-3千呐，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呢，100多人来这边泡茶，1斤茶不到2次泡光了。太差我们心里又过意不去，太好我们就付不起。所以我在过去经营菩提园的时候，我在学校教书，我在补习班教书，教什么？我当家教。老师好奇一下，教什么书啊？是教什么科目？我教国文啊。教国文，教作文啊。我去社区大学，我教佛学啊。教多才真的。我去当家教，我还去当英文家教了。老师还当过英文家教？真的。还好我教的学生呢都考上雄中了。真的，这不能说谎话了。所以有人称才行。我的意思是讲说，在家的居士在河里不是敛财，我这里都没有什么投币箱，对不对？乐捐箱、功德箱都没有。但是呢，我是认为说合理的报酬，我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我到社区大学，我有领钟点费。那是一定要的。那么可是我以前到每一个学社去演讲，我没有拿钱。是哦。我去很多的佛寺演讲，我没有拿钱。可是我退休以后到德化堂，他们来请我去演讲，那这个就有收钱。他们自己主动说要付我钟点费。虽然为了这样子，很多人有意见，可是我自己呢，我认为我问心无愧。谁有意见呢？
有人认为说讲经说法还拿钱，这不是邪魔外道吗？对不对？可是呢，没有想到我屏东开到台南，我来回每个礼拜要开，我每一次讲2个钟头，对不对？那也是一笔不小。那么我车子这样跑，这样怎么样？我退休没有钱，我因为那时候移民美国的关系，我学校都没有领退休金。所以以我来讲，在老年的时候，这是很这样子的节俭的过日子。是他们请我去，其实呢，我呢还分给我岳母享受，我的姐夫享受，我的那个大姨子，他们跟我们大家住在这儿，我每一次回来，我都跟他们分享。我认为合理的报酬是应该的。为什么？今天佛教并不穷。今天佛教并不穷，今日佛教是有一些钱的，并不穷，只是资源没有分配的非常的平均。集中在最金字塔顶端。对，我一次去台南，你付我一点油钱，我车子也要修理呀，是，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话，常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认为也不为过。是，为什么一定要交到魔门的手中？去做有些我们看起来不该做的，对不对？不该做的，可以暂时不必做那么大，做那么多的。OK，像这种我都没有指名道姓，我只是说，出家的师父我们应该要拥戴他。在家的说法者，我们有时候也应该支持。尤其我到晚年的时候，我认为。佛教有一天会走到出家人跟在家人同时存在、同时弘法的这样子的最后的结局。就像基督教跟天主教，天主教他们不结婚的，很像我们的出家人；基督教、天主教他们不结婚，很像出家人。基督教牧师很像我们在家人，是可以结婚的。对。今天的基督教跟天主教2条线同时发展，没有说互相打架，也没有说呢，互相摧残毁灭。这个难说。没有。我们今天佛教有一天，佛教的在家人，比如说吧，是佛光山，假设慈济，对不对？法鼓山，他们可以从大学的毕业生里面去招收一些毕业生。加以训练，然后法鼓山他们、佛光山他们在都市里面的每一个街路，像教堂一样设立他们的布教所对不对？他们请在家人来讲经说法，付他们薪水，有退休金，有保险，一个很完整的，就是社会商业循环。那很多信徒的供养。很多信徒的乐捐不是那个老师的，就像基督教的牧师不是牧师的，是他们的教会的，教会经营的那个钱财来源。我林世敏今天假设某某教团，他们聘请我，我只领他们的薪水，我只管努力的来服务这些信徒，他们这些信徒不是我的。他们要皈依是皈依教团，而不是皈依我。他们所有的一切捐献、乐捐、奉献，都不是我林世敏的，都是教团的。佛教要慢慢的走上这样的一个道路。我相信今天大学里面的宗教系，大学很多的佛学，有佛学系，对不对？那么有哲学系，有国文系，跟这些呢相关的。怎么样子？我们可以把它训练成为很好的布教师、布教的教师。这些人就是佛法弘扬的生力军，他们将来可以跟师父们并驾齐驱。他们不一定比师父们好，也不一定会比师父们差。2条线一起，有的人喜欢听师父讲话，有的人喜欢听在家人讲话。对不对？这么佛教在生俗合作，生俗本来就应该合作的啦。在佛的时代，
他的教团包含了7种人，一种是比丘，对不对？男的出家人，比丘尼，女的出家人，对对，优婆塞这是男的，优婆夷女的，在家的。优婆塞和优婆夷是在家的男女。对对对对。那么比丘比丘尼是出家的，出家还有沙弥跟沙弥尼小孩子，对不对？这6个了。另外一个叫释迦摩那，我们过去也谈到，释迦摩那是带法修行的女生这些都可以属于说广义上讲都算是教团呐。佛的时代其实虽然是出家人为主，其实在家人也是教团里面的一份子。了解到这里，在家的弘扬佛法者能够接受别人的供养，这是名正言顺的。可是有一点，你不要把它呢纳入你的私囊口袋里，变成你买名车对不对？你把它弄来你自己购置你的田园田产，这不好。这我个人认为说这就不好了，是取之于佛教，用之于佛教。对，取之于佛教，用之于佛教。就是钱财来源要正当，用的也要正当。公开透明。对，现在我们政府就希望佛教的也应该要公开，可是佛教还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很多原因，大人的因素。这个我不便在这边讲了。这不便在这边讲，大人的因素太多了。OK， 这个留待以后的节目再讲，因为这牵涉到法律。是但是也牵到佛教的传统，对不对？传统上的运用钱财的方法、收支的方法，可是在法律上，对不对？他们的运作的方法，这在怎么样？我不是研究这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在这边不便表示我的意见。OK， 好 ，OK。那老师当初经营菩提园，就是用当老师赚的钱，然后去补那个，比如说让学生吃饭的钱，这样。当初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舅舅陈仁和、郭刚、郭老师、吴耀庭，就是在高雄工专、台北工专都有教书。他们那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有每个月固定交个几百块。那时候呢，我有20个人，护法金刚，因为那时候我也很穷，因为我那时候刚刚钱都被朋友倒了。老师你有被倒？倒闭，我这一生被3个人倒过倒钱倒到1毛都不剩可是我们才晓得在你1毛都不剩的时候，还能来做菩提园。是啊，我认为这才，在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才难得。在老师被倒的时候，然后还在做菩提园。对，才开始做菩提园，这么厉害，1毛都没有的时候，这么厉害。所以义祖常常讲说，我们不要怕穷，不要怕饿死。当年我们1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养了好多的大学同学的。这么厉害。谢谢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当初设立菩提园的一些经过。谢谢，以后再谈。没错，老师还有很多好料可以挖，很多过去的事情可以讲。有呢，因为他伴随我几十年，我到现在还念念不忘，我现在还乐在其中。老师依旧非常的开心，他现在也有很多明确的志向。好，谢谢。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再见。好，我们下集再见，拜拜。再见。